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新青安总体检是投机炒作还是基本面呢？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尤小燕，欢迎小燕。总编辑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燕。对，小燕是我们的地产女王哈，对地产也非常的了解。其实早在新青安方案没有推出之前，小燕就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房市真的很热。新青安一推出之后，真的是又更爆量了哈。财讯周年庆开跑喽！从5月9号到8月31号，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1年期以上的读者，就可以抽限量版的一卡通哦。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那当然，最近新青安的议题，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引发蛮多的讨论。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讨论一下说，到底这个现况是怎么样？到底是谁在买？到底会有泡沫吗？还是基本面？那我们先帮读者所有的观众先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新青安方案，谁才可以适用呢？青安方案其实就是青年优惠贷款的方案啊。其实青安早就已经13年多了，那最近大家一直讲新青安，就是新的方案嘛。那它的优惠就比过去的优惠方案更多，然后大家的反应也非常热烈，所以就有这一波狂潮。因为旧的青安呢，你的贷款年限没有这么长，那现在新的青安就可以拉到40年，还有你的宽限期过去只能3年，后来这个新的青安就可以拉到5年。那还有主要是政府也补贴贷款，有给这个优惠利率，所以对于一般人就是没有房子的年轻人会觉得哇，这件事情我可以5年之后再想说我要本金摊还。好，因为宽限期从原本的3年变5年啊。对对对，过去有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一下本金要还这么多，负担很大。那5年之后也可能会升迁啊，或者是加薪啊之类的，就觉得说5年之后再还可能对负担也比较小，所以就引起大家很踊跃的这个来参与啦。对，它主要条件就是年满18岁，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名下皆没有房产就可以申请，而且不限首购啊。所以这次我们发现说，其实从年轻人到50岁的人，只要名下没有房产，都可以适用这个新青安的贷款，而且这次贷款年限到40年了。我觉得40年这件事情也引发蛮多讨论，说到底年限拉这么长合不合理？好，但我觉得我们后面会慢慢讲。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新青安推出之后，的确推动了台湾的房价的上涨。那到底有多热？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房子到底多夯啊。现在应该大家周边都，最近好多朋友都问我说，那边好不好？要不要去买房？我最近又想要买的房。就是我们每次见面的话题，就问大家彼此说，最近你看房子了吗？所以你买房子了吗？不然就是分享说，我的朋友的朋友买了房子。对，很多都是讲说，我等了5年，或者等了几年，发现房价都不会跌，所以我这次就跳进去买了。是，真的很多这种案例耶。那因为我是房地产记者嘛，所以每个人都问我说，那房价到底会不会跌啊？还会涨到哪里去啊？现在可不可以买？每天都被大家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盛况很热嘛，甚至你要有钱还买不到，你的案子还要去抽签，所以这个状况蛮热。还有听到就是一个建案，就是1日3价，案子可能一推出3天就卖完，然后上午跟中午跟下午的价钱完全不一样，然后一天就可以涨3万。就是这么的一个疯狂的程度啦。对，那我们是统计今年前5月的这个全台湾的移转栋数，对，其实全部的这个成长率是30.6%，那各县市不太一样啦。第一名是新竹县市，对，它居然今年的年增率是42.1%耶。对，是统计就是去年1到5月跟今年1到5月的这个增长的件数来相比，就是成长最多的就是这个新竹县市。那整个6都平均其实全台湾平均也有30%，就等于说哇，今年比去年多了30%的人在买房子。那所以买卖热络度最高的第一个就是新竹嘛，第2名是高雄跟台南 39.8%， 其实也是4成，也是4成啊。对，然后再来是桃园。对，那台北市呢？台北市其实也有年增25%，其实台北市也还是有买房。其实这件事情我是有跟业者聊到，就说其实大家都讲新青安，然后助涨房价，其实房价本来就在涨了，然后新青安只是在这个要涨的房价又吹了2口气，然后又让
让这件事情就更旺了。对，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就是房价会涨，其实有背后很多原因啊。那刚好是第一次我们台股也是表现不错，也上万点嘛。再来是台商很多资金都回来，可能房市对，就是一个大家台湾人、华人会喜欢投资的东西，这样子的标的就是不动产嘛。对。但我觉得有件事情还蛮值得跟所有的观众或听众分享，就是说，其实这一次我们在观察新青安方案推出，就像刚刚小燕所说，青安的方案其实已经推出好多年了，对，13年。为什么13年了？那为什么在去年8月又推出这个新的方案之后，会突然爆量？其实我们从很多的数据可以看到说，新青安方案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推出的。那过去的青安方案就是针对年轻人买房补助的方案，每年户数大概是1500到1700左右哈。譬如说，如果以去年7月份的来说，去年7月份使用青安方案购买的户数是1300，金额是72.51亿。但8月推出新青安方案之后，立刻跳升到2599户。金额也拉升到167.86亿。那其实我们有做了整个的统计，到了今年5月份光是5月份新青安方案的成交户数就到8273户，金额达到635.99亿。对，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爆量成长的概念啦。对，因为刚刚有讲到旧青安其实推了13年嘛，其实总计也才推了40万户，那你平均一年是不到3万户的这个数字，那我们在平均下来一个月其实就是2000多，可能1-2000这样子。那这个新青安其实统计到今年5月才实施了10个月，就已经有57980户了。那平均每一个月都超过5500户，这个跟过去根本就是 double， 这个用倍数来成长的。财政部也统计说，其实现在就是青安的核贷的这个占比啊，就是刚刚讲到旧青安其实是占5到7%。那在新青安去年8月推出之后呢，就是它的平均其实就开始跳升双位数10几%，然后现在到20%，平均都在20%，然后又在今年5月的时候创新高，占到23.7%。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核贷的这个不动产里面有2/3的人都是用这个新青安的贷款的方式来买房子。对，那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方案的放宽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啦，就是让大家更容易可以进场嘛。但重点是投资人或者是说买主对于市场的信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那刚刚小燕有讲，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现在台股表现很不错，对，很多人获利了结之后，他钱要放在哪里？房市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标的，因为大家传统就是喜欢房子。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整个大环境让大家变得有信心。对，这部分其实我们有问到一些专家嘛？对对对，专家是有分享说，他这个看法也蛮有说服力。当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就是去买这个房子，因为响应不是很热烈，那时候大家都整个台商都外流，然后台股也没有像现在表现那么亮眼，你也不会发现台积电是护国神山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台湾好像越来越慢慢被掏空，你没有信心在台湾买房，那你就干脆会不会想要躺平？那现在整个情势都翻转了，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台商回来，然后又带来很多就业机会，那台积电又到处的不停一直扩厂设厂，台股又站上新高，大家都变得有信心的，所以年轻人比较愿意出来买房。我觉得应该说过去大家会觉得机会可能在中国大陆嘛，我想说我可能也会去中国大陆工作，我就要买房，我可能买在中国大陆，而且那边一次性也涨得非常非常多。那但是现在环境比较不一样，就是中国现在也陷入了调整，那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台湾可能也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台湾是 AI 的中心然后很多外商要来投资了，所以我的工作机会在这里，我在买房在这里就会觉得说很安心，对，会觉得没有问题嘛，我就在这里扎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因素也会让很多买房的人愿意掏出钱来买，年轻人比较愿意买房，真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一样，他们看了好多年的房子，最近终于买了，对，就一来也是发现说怎么房价都一直没有办法回头，对，二来就是终于推出这个方案，而且看起来前景好像很不错，台湾前景很不错，对，就终于就聊了可以买房子。这次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整个热度跟整个市场结构的改变，当然推升房价的成长，但其实也有一些乱象啊，就是说这个方案提供了一些基本想要买房子的年轻人他的买房需求，但的确有些擦边球的行为我们也看到了。对，就譬如说有传闻说中南部的人头户一个户可以卖80万，就是有些年轻人就觉得说我这辈子就是买不起房了啦，所以呈现这种放弃状态，就干脆把自己的人头卖给就是投资客，投资客，对，然后还有譬如说我因为想要强买某一个社区的房子，因为这太热，大家就觉得哇，这社区可能未来会涨，用蛋黄区的价格然后买蛋白区的房子，那当然在这一波就是修正完之后，机能如果没有起来的话，未来也可能会是一个就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方向。
对啊，就是现在热钱都涌进到里面去了，很多当然有自住需求，也还有一些投机的行为，会把房价哄抬高。那所以比较蛋白区，如果价格乱飙涨，以后就非常危险啊。对，因为如果它机能如果没有跟上来的话，未来就会受到考验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对，所以其实现在包括财政部、央行都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都开始出手做一些管制嘛。对，所以其实房市会或者是这些建商们会看到政府部门的出手，觉得会对房价有一些影响吗？大概6月底左右嘛，就是财政部有发布那个整个记者会，有大概讲说，大概现在新青安的整个结构是怎么样。后来就是说以后我们要贷款新青安，就是政府它审核方式会变严格，因为它有找公股行库去喝咖啡啊，就说以后你们要详实的，就第一是我们要买的也要签切结书，然后也要很积极的勾稽这个资料，就是说未来如果真的是用新青安的户别去买，你就不能有出租的行为嘛，不是你自己要自住的，所以这些都之后都会政府会详实的来做这个勾稽，然后来查核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说未来新青安是一生一次，一个人就只能一辈子就用这么一次，就是希望这件乱象可以就是不要再更猖獗就对了啦。对，所以就是政府会严格的调查跟勾稽跟把关啦。当然也是希望说这是台湾全民的资源可以用在刀口上，跟真正给有需要的人用，而不是拿来变成投机炒作的工具嘛。对，这样是没错吧？但我觉得有个问题大家一定非常想问，就是说大家觉得台湾不是高龄少子化吗？人口变少了，为什么买房的需求还这么强啊？是这个问题就是常一直被挑战说，那个大家刚刚总编讲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房价还是一直涨？其实说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可以跟我们爸妈或是一家里面有3代同堂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各有各的生活，然后大家的自主意识也很强，其实都非常希望可以搬出去住。所以其实有统计这个家户占比，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均每一户人家的家户数占比多少，现在都只有1点多，一户人家可能只有1到2个人。对，不像过去可能一户人家可能6、7、8个可能都有，就是住那种透天的，现在大家都希望出去分家嘛，那这是一个趋势。再来是永远都有这个换屋的需求，因为我们会老，然后屋子也会老。其实现在全台湾超过30年屋龄的房子已经超过50%了，你走在路上有2户就有1户是老房子，那这些都不符合这个我们生活的需求。如果又是老公寓的话，我老了根本就不能爬楼梯啊，我会想要换到新的地区跟新的房子。市场就是这样，就是需求跟供给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需求，你当然就不会可以推升这样的价格。对啊，像我们就是觉得说以前大家庭嘛，所以要大坪数，现在就小家庭，所以现在也推小坪数的这个案子。然后大家独立之后不跟爸妈住，就算我没有结婚，我也想搬出去一个人自己住。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户数变多了啦，所以其实对房子的需求是增加的。再就是刚刚小燕讲说，其实台湾的老公寓真的很多。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形态不一样，比如说我要订什么预购、网购，也有管理员要可以收啊。那传统公寓没有嘛？那我当然希望可以换一个地方小一点没关系，但是我有管理员我可能很多周边的设备我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使用房子的观念不一样，都会推升这些换屋的需求啦。所以这我觉得大概可以解释一下说，为什么台湾明明就已经高龄少子化，而且人口也死亡较差，但是我们对房子的需求还是蛮强劲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很想要再进一步问说，那所以现在新青安房子他们到底买房的样貌是怎么样？譬如说他们的预算大概是都在什么range 里面，然后他们主要的地点是哪里？是这个根据这个财政部最新的资料统计啊，大概现在买房的这个贷款主要是都在这个1500万以下的，占了这个 78%，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比较锁定在这个低总价这件事情对年轻人其实蛮重要嘛，因为它就是影响到你的本金摊还或之后还款的钱。以买房地点来看呢，现在第一名呢就是新北市占了 19.95%， 那第二名呢就是高雄占了 14.92%， 那再来就是台中占了 14.23%。就说这些地方呢，其实是大家有很强烈的居住需求。那台北市是排名在很后面，只占了 6.39%， 就是说台北市的这个基本上总价可能至少一户都要破3000万，一般人年轻人可能比较负担不起，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新青安的贷款，其实大部分有蛮多都往中南部去了。但第一名是新北嘛，因为就是大台北地区的整个居住需求还是很强劲的。那再来是说看这个总价的部分，因为大家现在总价这么低，那坪数相对的就也不是非常高，所以其实上现在的这个小宅的这个状况蛮多的。刚刚有提到说78% 的人是买这个低于1500万元的房子，吸引很多首购族就是买小宅，那就推升这个未来房市的 M 型化这件事情。就是说所以现在的房子我们看到都是2房啊，或者什么20几坪也要挤一个2+1房，就是说大家现在就是因为总价带的关系，然后
房子坪数也变小了，然后反而最近我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案例，就是大的房子、中大坪数的甚至赔售。就最近有一个这个台大基泰的案子，就是其实这个持有人持有了10年多，然后居然还赔售了1800万，那反而大坪数又不涨。然后小坪数的价格一直创新高，就是刚刚讲到人口结构跟需求的关系嘛，因为户数变多，大家可能对房子的空间不用这么大也没关系，但我可能要精致跟或机能好，所以就小坪数很 OK。那1500，我觉得大家也很有趣，就是因为这次贷款的额度是800到1000万嘛，对，然后可能爸妈的头期款再加一点，然后就等于让子女存钱的概念哈，我觉得一定很多这样子的族群在这一次就跳下去买房啦。但40年老实说真的蛮长，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到40年，对。但40年的房贷，就可以想象说我的人生的精华时间，这个工作，然后花40年还房贷，所以大家还是要量力而为。所以最后我真的就是还是要请小燕来提醒大家一下说，到底这个 timing 点，什么人应该要去买房哈，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条件下比较适合，那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坦白说，就是有自住需求，然后有要组家庭的，真的建议就是真的可以多看看，然后你有需求，可也不要想那么多了啦，就是直接就买，因为现在政府有提供这个新青安嘛，因为你又不是投机客，当然不用担心。对，但是如果你是多房族的，或者是想要人头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不知道震惊的黑天鹅什么时候会来临，就说这一波。我有跟很多建商聊啦，他们就说这一波有很多人其实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盛况，就是可能是从业20几年来看到这个一日3家，然后整个大家好几组人排队，然后要抢一个房子这个情况。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投机客，然后或者是你的贷款的这个成数又没有算好，因为之前就央行有要收回这个存款准备率嘛，然后大概会收回市场的资金1200亿元，有一些专家也在提醒我们说。其实政府就是慢慢在紧缩银行的资金，银行如果对这个建商又紧缩，那建商有可能也资金周转不过来，然后可能就面临可能倒闭风潮啦。但是如果突然一个黑天鹅，然后我们自己手上房子又太多，然后调节不过来，然后又被银行紧缩银根，他不贷款给你，那你的也是转不过来的。对啦，就是说因为当市场热度在高点，房价也在高点的时候，基本上要注意风险问题嘛。对，那所以我觉得不论是自住客或投资客都一样，当然其实财讯的立场我们并不鼓励投机这件事情嘛。那所以不论是自住或者是你是拿来投资用，但是新青安不能用投资啦，对，不适用。但这个时候很多人的确来买房子，要来做投资，都要关注到风险，因为其实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关系嘛，对，所以通常大概房子一买了之后，如果你不想被课税，至少要绑5年，对不对？对。那你可以想想看，说5年后，不管你要付贷款或者付这个利息，想想看当时的环境会是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利率是变高了？有没有可能？对，有没有可能这个大环境有一些黑天鹅出现？就刚刚小燕讲的，所以这是不确定的因素。那当然，对于买房子的人来说，要么我就是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热潮，我真的有自住的刚需，我可能去买一下。那或许我也可能到5年后，当第一批买的人把房子丢出来卖的时候，或许也是个机会。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也有人是这样看啦，但是未来也有人说，因为现在目前房地产的那个碳税，未来要收碳税这件事情，可能又会被建商加价上去，所以各种理论都有。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就不要再考虑了，你喜欢，你负担得起，算得过去，你就买了。对，但如果你是要投机、投资或长期资产，那你也要掂量好你自己的财力可不可以负担这件事。所以其实关键都在于自己的风险啦，到时候不要再讲再怪政府说，当时这个害大家跳进去啊，怎么样泡沫之类的，因为新青安然后助长房市，然后大家就跳进去买。对，我觉得这是大家要自己各自评估好自己的能力范围啊。对，如果是过度的操作太大的杠杆，我觉得都不是好事。我觉得对环境或对等房市也不是好事。没错。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94集，中兴营收登上全球晶圆厂第2名，但纯利只有 3.6% 里面的留言。那请这个小燕帮我们念一下嘛。有一位这个我们的读者 Zio， 他就说这个是中国的国家政策，先进制程也仅供华为而已，这就是极限了，剩下就得靠成熟制程来填补先进的制程的巨洞。问题成熟制程已到了红海，原本寄望喝粥来止饿，但一堆人抢着分粥之后，分到的粥量会不会也止不了饿了呢？对，他应该讲的就是说，其实中国自己都内部竞争啦，不是只有把这影响力移到这个海外跟全球，是中国内部的厂商也非常辛苦。但我觉得其实对中国来说，它可能有一些政策目标啦，就是进口替代嘛，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市场自由机制可以考量的，所以这就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风险的原因。是，接下来缺有力赞助了这个70元抖内，我们非常感谢。然后也有一位 Henry 9797，然后他支持了我们新加坡币5元，大约新台币120元。所以我们也有新加坡的观众。对对对，我们好像也还有波兰哦，对，波兰，有波兰的观众，我们也有波兰的观众。好，所以我们的那个观众是非常全球化的，非常开心。我想说，现在台湾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啦，哈，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观众会越来越多。据实妮妮回应我们说，这样中间正向、不失谦逊、勇敢说话的节目，听起来真的很舒服。有些节目以情绪激动出名，听完感觉情绪压力好大，所以他正向鼓励我们财讯。对，谢谢你的支持。我想说，我们就正确的分享讯息，很平时的跟大家讲哈。那判断要留给这个观众跟读者自己来看啦哈，因为毕竟局势非常多变，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最正确的讯息带给所有的观众跟听众朋友。没错。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小燕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也是财讯的周年庆期间，也欢迎大家踊跃订购，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